我们刚开始觉得特别的幸福，可是慢慢的我发现，暴力让我们之间的感情变成了相互伤害。别人都会觉得我是一个温柔的男生，但是有的时候我真的是被他逼得无法忍受，我不得不使用武力。我不可能看着他占上风，所以每次吵架手底下有什么我能使上就使上，毕竟女人还是弱者。虽然我们吵架之后会抱头痛哭，但是当我们打架的时候，我们就把这些全忘了。也许真的是我们太相爱了。今年我们打得太严重了，想分开又有不舍，但又怕这样下去给我们之间造成更大的伤害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暴力有很多种情况，一种是单向暴力，一种就是互殴了。他们俩到底是互殴呢，还是单向暴力呢？为什么越打却越分不开呢？来，掌声请出这一对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郑，22岁，来自河北，是一名行政管理；女嘉宾小茹，22岁，同样来自河北，是一名文员。来，有请两位。愿意在这个现场把箱子里的秘密公开吗？我愿意。我愿意。小片里说了哈，打是互相打吗？还是他打你？他打我。我打你。为什么是我打你？每次都是你先动的手，行不行？我这鼻梁骨都被你打骨裂了。说那事儿吗？我能不说那事儿吗？啊，就是因为我那个同学好长时间没有来了，然后来我们家做客，同学说抽2根烟，我说抽烟吧也没事儿，结果还没抽2根烟呢，他就进来了，进来之后一脸的就不高兴，结果我们那同学待了2分钟就走了。我不是没说什么吗？你是什么都没说，然后你那表情谁都能看出来，然后走了之后呢，我就说你2句，结果你可倒好。直接抄起那烟灰缸呼我脸上了。你光说我呼你，你怎么不说你之前干嘛了呀？当时我就懵了。他说我各种不是，完了之后在那踹桌子踹凳子。那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拿椅子过来抡我呀？那到最后我动手了吗？我是不是也没动手？当时已经流那么多血，我怎么还动手啊？你没动手吗？我砸完你，你是不是过来就对我拳打脚踢来着？你都这样，我能不拦一下吗？能不反击吗？我还后来给他送医院，你不说呀？啊，你还知道给他送医院哈？他是把我送医院，后来我们也谈了谈，就说以后不再动手了。对，我也跟他说，那会儿是砸的比较严重，我也后来觉得是挺那什么的。他也跟我聊，我也说那咱以后都不动手，你别那么暴躁，然后我也不会说来了之后就跟你动手。说的挺好啊，刚说了没几天呢，就因为一个小化妆品的事儿，你又给我打，那化妆品又开始打，是你故意给我催的好吗？我怎么能故意？就那天早晨，我正刮胡子呢，刮胡子，然后我拿毛巾不小心把那个化妆品给啐地上了，就一个化妆品。您说那个刮胡子都能啐化妆品，您说出来有人信吗？你就是故意的，我看。我怎么就故意的？然后当时他就推开那个卫生间的门，进来之后就抢我的刮胡子刀，就说那个须刀别刮了，抢着咔一下就一个大口子。也给我啐了，我告诉你别刮，你别刮你就别刮了呗，干嘛你跟我抢？我又不是故意给你有什么事你就不能好好说吗？你就非要抢我这个。那我抢你就给我不就得了吗？刮完之后怎么了？刮完之后我给他抢过来，他一看我给他碰了，那就是划破了。你说划破了能有多深？那刮胡刀又那样，对吧？然后过来之后抓我头，就给我往那个墙上撞。就那个卫生间的墙上抓着我头往上撞，我是弄着故意的嘛。那是脑袋，你给我撞，你要给我撞花流血怎么办呀？本来就是那卫生间不是特别大，然后本来挺小的卫生间，然后我怕他拿那狙刀再动点别的事儿呢，再拉我脖子或怎么样的，然后我只能就那么用手那么一推。当时我可能真的是比较激动，然后我就是你激动你就可以撞我是吗？当时已经流那么多血了啊！你知道你当时撞完了，我这鼓一大包，知道吗？然后好几天我都觉得嗡嗡的。哎，那你为什么不离开他呢？还有你为什么不跑呢？就是我们俩毕竟也是1年多快2年了，感情基础还特别深。我们俩也不是说天天吵架，就偶尔打起来就忘了，就是控制不了行为，然后就打。但是不打的时候，我们俩真的挺好的。哦，明白了。他总说什么我先动手，其实真不是我先动手。我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有一次就是。就是没有任何预兆，他先打了我。从那之后，我就觉得每一次跟我吵架，他要打我，就特别害怕。是第一次吗？我第一次为什么打？第一次为什么？我第一次为什么打他？就是让他给我真的是逼急了。第一次是我们刚毕业那会儿，他找了一工作，那个老板出去应酬，总带他去喝酒。本来工作那会儿就是天天去喝酒，你去喝酒了，我肯定担心你喝多了出什么事儿，我给你打个电话什么的。一开始还接，完了再打就不接或者关机。
有一天凌晨好像2点多快3点回来的，我就特别生气，喝什么酒喝到3点？一进门我说，那你给老板打电话，以后不要那么晚回来，你少去那个参加俩应酬怎么了？就缺你是吗？咱俩怎么当时不是这样，当时我已经真的是被他逼的是没法的，我就是已经容忍到极限了。那天晚上本来也喝了点酒，然后我进门之后我就想赶紧休息，明天还上班呢。结果他就一直开始嘚，他站阳台上就不下来，就说你要不跟领导打电话说以后我这聚会我就不参加，或者应酬我不参加了，我就跳下去。你说我能打电话吗？我不是真的说我就要跳，我其实就是吓唬他。那我肯定，然后呢，我肯定就不能打电话了，我就火就噔就往上拱。他不仅没打电话，他过来之后一把给我薅下来，摁地上就给我打。薅下来是对的，你为什么打他呢？就因为我当时已经忍得他知道他给我又打我多严重，我整个半个脸就又青又紫，好几天我都没敢出门上班，我还请假。那不是应酬特别忙嘛，然后那前几天你别说你忙行吗？你忙就可以打人，我忙我打你，就怀疑我外边有跟别的女的出现了。对，你说一次2次你不回来，你说你跟领导我谢，那你总不回来，总不接电话，那我能怎么想啊？你肯定是跟别的女去玩去了。不是，你说这话我心里真是挺不是滋味的。本来天天那么忙，然后呢在外边工作那么压力那么大，这就构成你能殴打一个女人吗？他站在那阳台上边，然后就要往下跳楼。你把他拽下来没问题。我就觉得就是他，我觉得你如果拽下来了，你说你把他推倒了，我们都可以接受。我把他后来说什么？但是你是拽下来摁在地上打是吧？对，而且他跟我后来说什么？我就是喝多了，给我道歉。后来他找我道歉，他说我就是喝多什么？喝多你就是理由啊。经过那次之后，我第一次打他。后来有一次特别过分，他直接就是我去他公司找他，然后我当时在马路边上，我们俩也是吵架，然后吵着吵着他给我推地上了，然后正好来一辆车，差点没给我撞死。当时是因为什么？我让他给我订票。然后我是从北京南站去郑州出差，说早晨的。他说没有问题，我真给你订好了。第二天那个车快开之前，我取到票一看，北京站的，就给我订错了。那你说我能不生气吗？然后我给他打电话，我说你给我订什么票？你生气好好说呀。然后他说你改签不得吗？特无所谓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能给我办好，你别答应啊。那你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？你改签不得了吗？对吧？你赶紧订票。别说了，你们打完之后，你们心里快乐吗？不快乐，肯定不快乐呀。那谁打架还快乐呀？然后你们就抱在一起哭是吧？每次打完架之后，那冷静下来，肯定就都觉得是，确实可能我们的一些行为怎么着也都会。然后就互相认错是吧？对。然后就哭是吧？那肯定打得很享受啊。不是。那我只能这一个理解了，我没有别的理解了。我这个真的是连生活中一点小事儿他能给我吵起来，就连倒垃圾一点小事他都能给我打起来。倒垃圾那事儿就是你错了。我怎么就错了？就是倒垃圾，然后我确实是没听见。那天晚上回家，下班回家了，挺晚了。他说我饿不行了，让我给做饭。行，我给你做是吧？那你累我不累啊？我也累啊。我说你洗菜倒垃圾，我也洗完菜了。然后我是忙得不行了，我一回头一看，垃圾没倒，然后看电视呢，在客厅喊好几声没理我。我生气，我觉得我挺应该生气的。我叫你去干事儿，你没干完，我叫你不搭理我，我能不生气吗？你生气就生气，然后直接拿出去给他理论呀。我就肯定我是生气，我要找他。然后呢，他直接从厨房，然后冲到客厅，拿着个杯子就是往我脸上拽。我当时说一个扔垃圾，你好好说，我扔了不得了吗？行了，不听了，不想听了。然后他就能不讲了吗？就是你们讲完之后，没人敢谈恋爱了，你知道吗？这完全是国家散打队的。后来不讲了，我们每次都还有后来不是后来我们每次都就是两个人好好谈。你今天晚上为什么来啊？就是想让就是专家还有老师们给我们出个方法。那我就不知道我们原来就挺好的感情，为什么现在都成这样？他为什么那么轻易的就暴躁啊什么的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我就想让他们4个来会诊是吧？对，真的是把脉。想分开吗？不想分开，还不想分开。但是真的忍受不了。想打架吗？如果他不想打架吗？不想打架，但是还打，真不想。对，其实如果他每次都能不动手，有什么事好好说，我也不会那么急的。你每次要多听我说话，我能动手吗？还不是因为你不在乎。我真的是忍到极限了，我该忍都忍了。你们先打完以后再让老师给你们看。那我们不打了啊？听老师说。就是嘛，吵什么呀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姑娘说要听老师说啊，但我真的搞不明白，你们是情侣关系还是敌我关系？每次都是狭路相逢勇者胜，你们不但是暴力，而且是暴力互殴，特别是你，作为一个大男人，怎么可以动手打女人呢？姑娘，
我说的可能你不愿意听。你们两个人，我发现每一次都是你先发飙，你先点燃战火，你真的有点得理不饶人，而且无理有时候也要闹3分。你是嘴上不留情的人，你每次骂的、逼的、打的，把他搞急眼了，最后呢，你呢也失去理性了，我真的是变得手下不留情了，都喜欢骂人，都喜欢动手，动了以后两个人不知所措了，抱头痛哭，那这种哭有意思吗？你们两个人不管是谁，特别是强势一方，特别是有理一方，要有理且饶人，千万不要把对方逼到墙角上，给他一条路走走。这就是一个智慧的女人，当然你也是同样的。如果说你们两个人不克制一点，不去修正自己的这一些问题，你们再相处下去，迟早一天不是流血的问题，而是出人命的问题。所以我们经常说要远离暴力，珍惜生命。你们现在的问题不是感情的问题，是珍惜生命的问题。如果以我个人的观点来讲，你们俩就分了吧。你们嘴上说因为爱分不开，你们对对方做的任何的一件事情，包括你们在打完架之后的抱头痛哭，都不是爱。如果爱一个人的话，首先男孩子不会动手，而且你们两个如果判定你们两个的话，你们两个都有这个被害妄想症。首先的话是这个女孩子，她在第一次被家暴之后，这个女孩子就有一个迫害妄想症。如果我不还手，他还得打我。当他还手反击之后，这男孩子说他把我这个都打出血了，我如果不还手，我不一定接下来那个刀片可能拉脖子上了。对，就该威胁生命。这是恶性循环。两个人互相珍惜，是彼此看到对方的优点。你们两个通通没有看到对方的优点，你们怎么走下去？分了吧。两个人相处最关键的是什么？沟通。打情骂俏也是一种沟通的方式，所谓的打是亲骂是爱，那也是一种沟通的方式。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，那是恋人双方的一种默契，一种小情调，而且最重要的，他们知道控制。我也不是每次打他打得特别狠，打就是错。你已经打了，对不对？而是对他造成了伤害，不需要解释。但关键是，你为什么会有这种冲动？他在你心目中真是那么至高无上吗？为什么要出手？你好好问问自己。第一次是你出手，对于这个女孩其实是有很深的伤害的阴影，但她可能意识不到，因为你们俩没有有效的一个沟通，她用了另外一种方式，以暴制暴。这是情侣之间应该做的事情吗？相信你们对外人不可能这么火爆，为什么见到对方两个人世界里却如此的不能容忍？不能去好好沟通，去用嘴去说呢？关键因为你们的心没有对方在。真正爱一个人，你舍得痛下狠手吗？真的爱一个人，你能不顾一切，随便一件事情就扔烟灰缸过去吗？你知道会把他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吗？真正爱一个人会吗？抱头痛哭是说在一起我们要好好过，还是说我们要养好伤继续打？爱情一定不是打仗，打一次就碎一点，打一次就碎一点。我相信可能从你们第一次开战的时候，你们的爱情已经出现裂痕了。所以要想谈恋爱，先学会心中有对方。要想让心中始终有对方在的话，学会有效的沟通，一定不是动手，好吗？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。首先声明一点，男人打女人10000个错，女人打男人是一样的，也是10000个错。我相信这个女生在生活当中一定不是个善茬，但是他们不理解你，我特别能理解你。后面的观众很多人说分了吧，分了吧，算了吧，打成这样还干嘛呢？不，我不这么认为。他们不理解你，因为他们不是你们这样的人。我曾经是跟你们一样的人，但我不打人啊，我不打人，但我也无法管理住自己的情绪。所以我要恭喜你们，你们已经进入到了爱情当中最难攻坚的一段。但是我也要警惕你们，很多恋人就是扛不住这个阶段，最后分了手。又为什么这么说呢？
当我一听到说你们每一次无法管理住自己的情绪，发生了矛盾之后便彼此抱头痛哭的时候，我便能够深深地理解你们内心真正的想法。你们抱头痛哭的时候是特别恨自己，潜台词就是我很愤怒，我也很无奈，我很爱你，但是我很恨我这么爱你。就是无法管理住自己的情绪，彼此是特别爱对方的，但就在那一刹那没有办法管理住自己的情绪。爱情本身就是另外一个人能够轻易地控制你的情绪，有的时候是越打越轻，越骂越轻。但是你们有一点恶性循环，就是你们每一次打骂之后，还会为相同的事情再打再骂，这就不正常了。你们每一次在发生了矛盾之后得有所提高，就下一次你不会再会为这个矛盾而争吵而打架。如果女生是因为男生不关爱自己，没有打一个电话而跟他发生矛盾，那么第二次如果还因为这样的问题彼此发生激烈冲突的时候，就应该是相视一笑，而不是再次的大打出手。其实说句实在话，两个人在一起没有什么合适不合适，只有够不够爱。就这段时期就是磨合的最困难的这段时期，但这段时期如果能够扛过去，你们彼此之间感情会非常好。但很多人就是扛不过这个阶段，而扛过这个阶段需要3个要素。第一是要有自省的能力，要在每一次争吵和冲突当中彼此的慢慢管理好自己的情绪。第二，充分的挖掘自己回忆的功能。其实甜蜜是来源于回忆的，有的时候想想对方的好，手就下不去，嘴就打不开。还有第三，要学会适时的分开和冷静。我在一开始和我们家那位在一起的时候，就天天吵得特别厉害，特别小的事能够吵得非常厉害，而且我是个情绪特别暴躁的人。你看我现在情绪多好，我在家里边情绪特别好，但我在舞台上我可能会有的时候特别的直接。大家都知道，我在舞台上所表现出来的时候，对于有一些情侣之间所发生的问题，我会暴跳如雷，我无法管理自己的情绪，但是我不打人。每一次当为一些很小的问题而争吵的时候，就特别的恨自己，怎么就那么忍不住，怎么就那么要变一个高低？就是每一次他刚压住火了，我又起来挑了。我刚压住火了，他又起来挑了。我刚想认错，哎，他又上来了。他刚想认错，我这火又上来了。但是慢慢的到后来，彼此之间就有了默契，甚至到了后来，只要一想吵架，会异口同声的说：“你看我们俩这傻帽，上次就为这事儿吵了一架，这次又因为这个吵吗？没劲吧？哎，就不吵了。”所以说，学会以上3点，学会分开，学会冷静，学会回忆，在每一次冲突当中学会彼此成长。如果能够熬过这段时期，我觉得你们俩一定能特别的好。还是那句话，相爱容易相处难，相处容易相信难，相信容易相谅难，互相彼此原谅和包容是最难的。我希望你们能够通过这段时期，好吧？就这样，不容易，打了这么多，吵了这么多，真不容易。涂老师谈到的是说，因为有爱，所以打，所以才能磨合。它是有一个先决条件的，是因为有爱，这是你们2个人要充分考虑的。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是否真的相爱，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学习管理情绪，第三个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学习反省，第4个问题是我们俩真的合适吗？那你们要的生活是什么？你们俩聊过吗？谈过吗？还有一点，是想有一个人死了之后，另外一个人说跟他一起化蝶吗？如果你们想这样，你们就接着打。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俩自己，只有60秒钟，想想过去靠拳头说话，今天怎么说出自己的心里话。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宝宝，其实我真心的想在这里跟你说一句对不起。作为一个男人，
我没有尽到自己该尽的义务。我可能之前说我够包容您了，但是我没有做到。但是我想请你相信我，从今以后，不管你再怎么打我，我都不会还手。然后我会好好的劝你，我会好好的陪你，陪在你身边。今天到了这儿，听了老师那么多话，其实我也在想我自己的问题。到现在我不知道我们两个还能不能在一起。好，时间到，换一下箱子吧。来，请关门。一对自称很相爱的恋人，却以拳脚相向，让他们的生活里充满了血腥的味道。所以在这个现场，他们在一起，也许是因为爱，也许并不是因为爱；他们不在一起，也许并不因为爱，但也许恰恰是因为爱。爱情这个东西太复杂了。你看他们自己的选择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看看。